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比如说平时突然有个想法，有个灵感，有时候不记下来，过一会儿可能就忘了是什么了。有时候可能会随手把它记下来，比如说记在你的journal 里边，或者说记在你的这个 notes 里边，或者说记在你的其他的笔记里边。在这里边有时候它都是一个孤立的，有时候你想再去整理、再去看的时候，随着这个内容的变多，有时候整理起来也比较费劲，尤其是它不能导出，所以它就沉在这个 APP 里边，就是很难二次利用。现在这个 Obsidian 它比较流行，它也是 Markdown 的，然后 AI 比较容易理解和整理。然后呢，我们其实可以利用 AI。然后把我们这个想法随时整理起来，同时我们记录这个过程，也不像我们传统的笔记那么的复杂，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Hermes 加上我们的这个移动端，比如说 Telegram，把你的想法发过去之后，让 Hermes 帮我们整理，整理完之后保存到这个 Obsidian 这个笔记里边。我们发送的这个想法可以是文本随手写下来这种文本，也可以是语音我们比如说不方便写的时候，我们直接说就可以。说完之后，然后这个 Commerce 接收到之后，就会把它转换成这个文本，然后自动的处理完之后保存在 Obsidian 里边，然后同时还可以打标签，然后后续我们可以通过标签去筛选。然后对我们的知识进行一个梳理和二次的挖掘利用。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是怎么做的。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效果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的一个之前在 Journals 里边记的一个笔记，然后我发给这个 Telegram，然后它就会自动给我整理成这个笔记，它的名称叫 Human，这个 Human 里头的这个笔记，我们看它把我的原始想法全部给我记录下来之后，然后又结构化的给我梳理一下我这个RPA 的什么本质，人形机器人它的能力已经到什么样了，然后推论什么关键洞察、新的范式，我觉得它这个总结的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啊、既没有违背我的原意。然后又把我这个知识进行一个梳理和这个格式化。然后下面这个耶鲁说服学，这从别的地方拷贝过来，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如何快速的说服别人，这个是这个还是比较长的。然后它也是进行一个结构化什么六位，然后这个高亮的这个我是让它 AI 自动识别一些这个实体或者是一些专有名词之类的，它自动给我加上一个快速的一个链接。如果未来我想扩展一下，比如这个人名，或者说其他的，比如说这种notebook RM 这些专有名词，或者说其他的这个 agent 的这种为点的话，我想它现在可能还不是个文档，我点的话它会自动创建一个。我未来比如说想扩展的话，我可以在这里直接扩展成一个文档就可以了。如果不需要的话，它就在这儿就可以了。随着这知识的积累的话，随着这个词儿被提到的越来越多，它会在知识图谱里边你会发现这个词儿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未来你可以扩展成一个专有的一个文档来说明它。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些，比如说这个它是存成这个 notebook RM 这一条我觉得这一句话基本上它给你扩的这个整理的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未来如果我们需要再次利用的话，我觉得可以用 AI 直接去读取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打字不方便，我可以直接发语音教育的一个思考这一块儿。然后呢，他会把这个应该是 Telegram 直接把它转成了文字，传给了这个Hermes 呢，然后就直接的就是转化成一个文档，AI 重塑未来的教育，比如说教师的职能未来可能发生变化。然后这里边有提到，但是它这边结构化的就比较好。传统的老师未来的老师 AI 干嘛？学习方式的转变，包括被替代的是 AI 替代的是传统老师的那一部分。我们给大家来一起看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到的。这里呢，我是单独建了一个这个 agent 叫 Thinking。
这个 agent 呢专门负责对接的 Telegram，然后收集我的想法。它的唯一职能就是接收我输入的内容，然后把它转化成这个 Obsidian 的这个知识库。它转化不，我不是让 agent 呢直接去做的，而是做了一个技能。这个技能就是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我就是开发的一个技能，然后它呢这里边给它定义了一些规则，比如说如何去解析，如何进行格式化，然后使用这个 emoji 这个表情怎么组装成这个 Markdown 这里边有一些想法的梳理。当然，如果说这里边有代办的话，它还会自动帮我整理成代办事项。比如说我有一些有个什么事儿，想直接让这个 AI 帮我梳理整理成待办清单，你直接可以发送给他，它可以自动帮你整理待办清单。刚才我发的那些都是一些这个思考，然后没有待办，所以它没有待办清单。但是你也可以有这个待办事项，然后让它来整理。下边是想法的一个梳理，然后告诉他怎么去调用 Obsidian 的这个CLI 命令，还有这个 skills 去保存，然后具体保存在哪个这个 Obsidian 的这个知识库，然后保存在哪个目录底下，你应该怎么命名，然后打什么样的标签，这里全部都告诉他。然后他就按这个规则进行处理。这里边当然也中间测试也遇到一些错误，这里边同时告诉这个AI，然后这些常见的错误怎么去避免。另外也就是这个我们这个 agent 里边我们也要给它限定范围，就是说有时候你发送一个东西给他，他跟你讨论起来，你要限制他，让他只负责接收。然后调用 Scale 去记录，其实核心就是这个灵魂文件，它的职责主要是在这儿来定义的，告诉他的身份是什么他要干嘛他主要是记录这些想法，他不是分析师，不是思考搭子，什么不是这个讨论的伙伴，就是防止他给他内容的时候他跟你讨论我之前刚开始测试的时候就遇到，就说发个内容过去。那他开始给我讨论去了，根本就是说不是我想要的，然后直接帮我保存这种，然后他的这个职责就是调用 skill，然后给我保存，然后这所有的这些都是给他画红线的，其实是啊。然后就说他也不要让他问你要不要保存然后哪个地方有什么要不要确认这些都不需要，然后按我的想法去梳理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搭建，其实就是 agent 加 scale 我之前我也做了很多多 agent，这一次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就是根据我们这一个小的场景来解决我们生活和工作当中一个小的问题。其实利用 Hermos，我们有很多的场景可以解决我们现实中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需要发挥大家的创意，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搭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以需求来驱动这个我们多 agent 的也好，单 agent 的也好，我觉得还是有合适的场景，然后解决我们对应的问题。好的，这就是今天和大家的一个分享。欢迎大家点赞转发，如果有问题，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来交流。